而且大家都喜欢这两个角色，不管是陈老师还是肖恩，我认为都是有他们各自的观众是喜欢他们的，所以很可惜，我只能说，这是我的观点，很可惜，因为我知道做好一个频道，我们做了那么多年，其实很难，太难了，真的好可惜。Let's run。大家好，我是小胖啊。这两天有很多观众来问我为什么不吃瓜，其实我每天都在吃。然后呢，你说要蹭流量吧，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蹭，因为两边我都认识，我没办法怎么蹭。但是你说我有自己的观点嘛？其实我一定有，但是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不能放在互联网上说。然后呢，这两天呢，我是觉得观众也很想吃瓜，对吧？所有的观众都跑过来问我，对我来说，刚说了，我也很想吃瓜。那么这个瓜该怎么办呢？今天刚好在整个事件中，另外一个焦点人物张叔刚好到我家来，然后他说他这两天很惨，到处被人网暴。但是呢，我觉得我跟他的论点，或者说我跟他的观点，我认为还是有点不同的。那么今天刚好他在我家，我们顺便就采访他一期吧。因为那两个本人我们就不采访，我们采访他也可以。张叔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对，然后就这件事情，因为你最近在网上，我认为发生也是比较多的嘛。对，那包括跟另外几个人，我好像在线上都 battle 了。对，那我是觉得有很多的论点，我是觉得部分没问题，但部分我还是不是很赞同你的一些观点。我理解每个人的观点可能都会不一样，对，而且他的这种观点取决于人的性格，以及对人的看法，以及对某些事情的容忍度。所以说观点不同很正常。在我的概念里面，我只看大是大非。所以说，我一直在问台湾的一些朋友，就是不管是攻击我的，或者是赞同我的，我都会问他们原因。就我其实也蛮想知道不同人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这样的，首先视频中两个人你也认识，对，视频中两个人其实我也算认识，虽然说我没有见过肖恩，但是我跟陈老师也出去玩，包括在光视 TV 我也上过，那我也是了解。那首先我觉得有一点说的是对的，就是陈老师一定不是小气的人。这一点就是，对，就是我们出去怎么样各种开销，因为的确，那可能我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之一，对吧？曾经他也请过我吃个饭，但是至少从我跟他接触下来，包括我去跟他讨论一下 YouTube 的一些心得，他也属于跟肖恩一样，是属于蛮大方，会告诉你的，对，会告诉我，那个什么这个设备好啊 ，Action 怎么样啊，大疆的这个设备怎么样啊，为什么有索尼的相机啊，包括什么，这个我觉得他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么，但是有一点我也是之前我觉得陈老师这样说我也说的，陈老师实际上最开始有点懒的，我们所谓的有点懒，这个就是。我也懒对，就你懒是肯定的，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有些人他是很勤奋，有些人就觉得会懒一点。但是这个懒一点，通过他跟肖恩的合作，我们也看到了，的确带来了很多的流量，也带来了很多的收益。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两个度过了一个蜜月期。他们在一起有几年了？其实我并没有。从我第一次入境肖恩逛吃 TV，应该有1年半了，起码1年半以上。1年半，起码1年半。我记得这个频道应该是什么时候开的呢？就是。我所知道，逛吃 TV 的前身应该是讲鬼故事。对，那个是很早就开了，就后面他们合作肯定是1年半以上嘛，2年不到一点。因为这是我来后面我去新麦跟他碰到的嘛，那时候我记得还做了期视频。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无非，但肖恩我觉得问题也有，肖恩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觉得他过于的把个人感情啊带到了工作中了。因为他可能会有恨铁不成钢啊，或者希望陈老师好啊，或者说去刻画某一些段子来去吸引流量或怎么样，在我认为这是一个工作。就比如说，类似于像网上说的，肖恩太强势了，什么事情都是以发指令的形式去。那多多少少我觉得会有。那我们哪怕我们原来在工作中，作为领导，作为老大哥，你有时候也会给我发一些指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共同在做一件事情，哪怕不是生意合作，比如说我们出去，假设我们今天去看一套房子，不管是你买也好，我买也好，我会告诉你，比如说我们要拍视频，我会告诉你，你把那扇门关一下。对，这其实也叫发号指令。对，但在外人看来，可能就是我在使唤你。但是这个视频的主导权是属于你的呀。对，就甭管是谁的，就是其实他一个主角和配角。其实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更多的是取决于一个长相问题。今天我比你长得瘦小，文质彬彬，哪怕我说就是在语言中，我说，比如说，杰米哥，你把那个门关一下。对，这可能就你把门关一下，这个一样的命令，但是态度不一样。对，给观众的感受不一样。对，那但这个语气就不说啊。我想说什么呢？就我觉得相当过于的把一些个人情感参加在这个工作中，导致这个工作后来发生了问题，甚至于说可能某些人不想干了啊，这个我们不知道。那么然后会有两个人的分歧，会有讨论。当然，最终他们的这个视频我看了看，主要的意思那个录音啊，我认为就是其实大家都是想把这个视频做好。对，你甭管是想作假，还是说去假设某一些观点，我应该怎么拍，应该怎么拍，都是想把工作做好。那工作就跟台湾那些拍综艺一样，我们拍电视剧拍的都会有导演机，都会有剧本，都会有一个，其实我们两个是没有剧本。
我感觉我们俩其实，嗯，就是我们单独个体在拍视频的时候，谁能保证我他妈逼要补个镜头？其实补镜头是有的，有的。对啊，补镜头。我先进餐厅了，然后我出来再补一个镜头再进去，这个有，这个我视频也有。这个其实也算作假。对，因为你不算是很真实的、很丝滑的日镜。对，从马路上走过去的，对，是先进去以后，然后我再出来以后我补个镜头。这个其实相关的视频也有啊。他有时候进去，但他们座位都坐好了，他出来抽根烟，想一想我今天该怎么拍，然后镜头再拿起来补。这个我们都这样，这很正常。包括你在星巴克录视频，也是先点个烟，是不是想啊今天要拍我要拍什么爱来，然后再拍，这肯定会有一个思考。我你妈点烟之前就把镜头拍开啊，对录音先开了。那么好，那么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就是有点偏了。我的理解是什么呢？本身是因为刚才我说了两个人的工作中的一个分歧怎么样，但最后都带到了私生活，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是不对的。就是甭管陈老师之前做了什么，或者肖恩做了什么，我觉得跟这件事情无关。我完全无感。就哪怕因为我和陈老师也认识，也见过两三次、3、4次面，具体几次面我也忘了。就是他以前3年或者5年以前做的任何的事情，对不影响我们的交往。对，不影响，除非是大恶之人，真是大是大非或上纲上线的事情，那可能会远离。但类似于这种酒后的，我说了，酒后的疯子我看了太多了，我认为这不是事情。对，而发这个为什么会发这个东西？网友给我的，这个我相信。我很诧异。其实我也有部分的观众在你的群里，这个我知道素材的来源啊，这个我不是帮你澄清什么，是说白了，当事人没那么无聊，一定都是别人提供的，当事人没那么无聊。然后呢？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一个做过坏事的人，他不一定以后一辈子坏，但是一个貌似的好人，不代表他一定是好人。对，所以对，所以我认为是，就是说可能又加我认为，当然我今天说的节目都是我个人感官，我觉得现在的乱战，包括你跟新办的几个主播的混战，我认为都已经偏离了事情的本身了。我不叫混战，我只针对事，还是不针对人这肯定我知道。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我认为它偏离事情本身是两个合作伙伴之间的分歧，现在演变成大家挖老底。你说我人品差，我说你之前怎么样，我觉得已经偏离。所以为什么我就是不愿意蹭这波流量，或者说我之前这2天这3、5天我都不愿意说这事情，因为我觉得吵架吵偏了。那你觉得？就是你有不同的观点，你可以告诉我，比如说，除了肖恩在工作上带入了情感，这一点在我的视频里面也讲过，而且我当时说了，肖恩属于他妈瞎心瞎肺瞎眼，对吧？就是没有想清楚。作为一个应该说管理者吧，这个频道的这个管理者，对所有者，他应该想清楚未来的这个合作模式以及他的一个进度的一个推动。你说他妈的。可能跟你干了半年、1年，你好歹给我涨一点什么吧，或者是我们说你给我报销一点什么吧。我不知道他们中间有没有啊，我只是猜测。这个就是他们2个自己知道的呀。原则上来说，你在一家公司干1年嘛，他妈涨薪7%到10%应该是10%很正常吧，对吧？涨个10%。所以说这个我们不去管。对，因为它起点很高，起点就已经50%的干股了。但是你要知道，一开始的流量是没那么高的。对，一开始是没有那么高的，但是。还是就是这个流量，因为我们做自媒体，其实我们是能算出来他们大概收益的。业配这种不算啊，就光视频的收益，其实我们看播放量，大致能算出大概1000播放量有多少钱。我认为这个平台是很赚钱的。直播带货不算啊，因为这些数据销量我们不知道。但光从视频来说，我觉得是养活2家人真的是没有问题。我的理解就是陈老师的消费真的是比我高，比你高，肯定比你高，真肯定比你高。我已经大家都知道的，你在我身边待过一段时间，我觉得你已经夸张了，在芭提，对吧？而且我并没有去什么风花雪月。对，你不是去，他们还喝酒。对。这个开销肯定是比我大。对，因为陈老师是个爱喝酒的人，这个我直言不讳。年轻嘛，谁不爱玩嘛？他跟我同年的。虽然你给我年轻10岁，我你妈更晚的分。这性格问题，我在芭提就不是，这实话，不是我今天说的，我很少去。我在电线杆上面有个老中医的电话号码，我都要给。我很少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不好听，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更那个点，我年轻的时候玩的更多了，现在反而有点好像。对，这和你以前的职位有。你说我18岁、20岁也不玩过，肯定玩过，玩的比他们都疯。你做助理总经理的这个。对，原来我我看到这种夜场应酬，我是有点怕的。然后我才选择逃离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因为那个时候属于1个礼拜喝5天那种是很可怕的一个状态。中午喝完以后，下午喝茶，茶喝完以后晚上吃饭，饭吃完以后去夜店完了以后吃夜宵。所以我人就这么胖的，原来我瘦的啊。但所以还是那句话，是
我觉得他们就吵架，现在吵到偏了一种程度。当然所有的观众是喜欢吃瓜的，所有的观众是喜欢看劲爆东西。我躲在被窝里，我也想看。其实我认为观众更喜欢看到不同的声音，因为而且是原则上应该是，不真实的瓜。吃的要比真实的对，就有一些虚假的东西，我发现大家都把这个东西作为来论点，都来造。我觉得很多东西没有什么好评论。第一个是过去，第二个是一些不真实的，或者说之前好像说什么住院了怎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真实的。我身边还有朋友的连这没有住院，没有，我认为没有啊。我也没有联系过唐老师，但是我觉得不会。我不知道，我觉得不会，对吧？好，就算有人拍到了去医院，那不代表平时我不能去看感冒呀。但是会放大，别人会觉得放大，甚至就像亲外人说的，别人在边上买一套房，他说是为了监督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夸张的论点。这是硬蹭，这是硬蹭。对啊，那么按照今天肖哥的视频，那他拍了一个泰拳的，那是不是告诉你我身边有一群保镖？这个我觉得联想的是有点远了。这个也那今天如果他去菜场买把刀呢？也可能他看到你的视频，指不定你给他一个很好的创意，我觉得。对，你是不是变相在警告？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可能就是无心插柳，对，无心插柳，这事情就是根本就觉得有点偏了，甚至说有人抓住这一个视频20-30分钟里面，你一定要从某一个视频，包括你的视频，包括我视频，你说一定要找一点问题，找一点论点，肯定能找到的。对，没错。对啊，所以我觉得是很多东西就大家吵偏了，吵到后来就变成相互的人身攻击了。这其实是我作为观众来说，我是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个场面。我希望的是能回归这个事情的本身，到底事情发生什么？因为两个我们都比较喜欢的一个博主，他们在一起合作，我们也看了他那么多年视频，包括我从没做视频开始，其实最开始来你也知道，我是有点模仿肖安的在做一些视频的，包括片头对，包括。我去研究过他的字幕，研究过他的标题，甚至在横视频现在不赚钱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几个是唯一在芭提雅坚持做横版视频的。芭提雅我敢说做横版视频真不超过5个人，但是我们一直在做横版视频，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上限会更高。那不是我懒，你懒，我是觉得上限会更高。其实我是觉得他们俩做视频不错，包括我关注另外一个博主叫鞋底怎么样，我是觉得我很想做成他们这样的视频。然后呢，第一可以记录自己生活，第二个呢又能给观众带来快乐。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但这个吵架已经变成了人身攻击，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我也不想看到，因为双方我都认识，我不希望有什么类似于流血事件啊，或者说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这个我们可以偏了。可以谈谈陈老师好的那一面。我觉得陈老师就像我刚才说的，陈老师我跟陈老师那时候不熟，那他也会跟我说，哎，小凡你这个设备我也看过你的视频，他甚至会看过我的视频。他说，哎，这视频应该怎么样？他说，哎，拍的不错，继续努力。对，他说这个坚持下去会有那个的，也没有说，哎，你这是拍的真差，我不看了，没有。包括吃饭怎么样，有时候我按照出发钱，我说我买，你这难得来此行买没这个钱，对吧？我觉得包括最开始我做视频，我们在骑大象怎么样，陈老师也没有，我跟陈老师做一手传，并没有说因为我今天是一个小主播，那时候我大概抖音油管大概只有几百粉丝，他也没有说躲我，他也愿意让我出镜，也没有说全程说躲着镜头怎么样，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那肯定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点是陈老师做的比较好的。但陈老师做不好呢，我是听身边几个朋友说嘛，的确有时候会懒，有时候喝酒，因为酒喝多你知道第二天就要睡觉嘛，第二天睡觉以后工作可能会拖了。这个我真不觉得什么事情，除非是他是和我工作，对，我可能我已经懒了，你再懒嘛，日子不要过。因为我觉得本身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在蜜月期的一段时间，大家都是相互比较好，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缺点。有时候我在这里做了不好事情，你也会骂我几句。你作为一个老大哥来骂我，那说就像你说的，如果你不认识我，你干嘛骂我？我00后你干嘛骂我，对不对？你也是希望我变得好，或者有个事情，哎呀，这个事情你做的有点不对，你要小心点，你不应该这么做。对吧？我觉得有人来说我，对我来说我是很开心的。哎，今天有个老大哥愿意帮我，愿意提醒我。如果不愿意说在马路上，哪怕我做错事，人家只会蹲在边上吃话。哎，你看小王做错事了。对，会抱着会鼓掌，很开心。你是过来说这点，我是很高兴。所以很多人又说了，哎，这张嘴有时候被说，我说老大哥说了，就是你知道吗？当然我能理解，不代表其他的人理解。其他人就觉得，哇操，你表面跟我喝咖啡，背后你在背后说坏话。所以就是这不对了，就你觉得，肖恩干涉陈老师的私生活应该是不对的。我认为多了，不是说不对，多了。就你不会说我在这里找个台妹你就分，最后说哎这台妹我觉得不好，最多就这样了，对吧？我曾找过台妹了，没有啊，就这个打个比方嘛。那你如果一剪辑以后就变成我找台妹了，对不对？就是把如果2个字删掉，不就是剪辑了吗？那你肯定会提醒我一下，哎你不能这样，我觉得就 OK 了。但是肖恩可能跟陈老师关系比较好，把他当做小兄弟以后呢，他关注点实在是我觉得过多了。当然陈老师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男生嘛，总有谈恋爱或者交往的一个权利，对吧？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呢，我是认为包括说的什么台湾的女生事件，我呢也不说持反对意见，我觉得应该避嫌，
应该跟频道里面所有跟关频道认识的人应该避嫌。其实这件事情应该避嫌有好多人的观点是不相同的。我只想问一句，如果你现在是单身未婚，也要避嫌。在芭提雅所有真的两情相悦，那一个两个 OK 啊，你不能每个都两情相悦吧？你难得有一个，两个，那像刘德华他老婆说难得有一个，那没有，我觉得，最开始也是要避嫌，我觉得不可能第一天还是要避嫌，我觉得。那刘德华结婚了那还是要避嫌吧，他肯定不可能少数。对，开始就这样，我觉得还是要避嫌的。那吴亦凡呢？那就是不对了，所以他进去了。所以进去了。那影响的是谁呢？影响是经纪公司吗？包括那个女生也被影响了。女生只要不爆出来，我们刻意的去避开，那肯定会被爆。网友你也知道，这什么底不能挖呀。我的理解就是在芭提雅，包括芭提雅，其实可以问我的观众，有些观众也见过我。你带家庭带老公的，我跟你喝咖啡 OK 没问题的。单身女性我几乎不见。那你可以带我吗？因为他不是我的粉丝嘛。然后我的粉丝见我可以带你吗？你原则上好。如果说原则上我有一个观众女粉，我觉得你不会干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方面是有底线的，没有，不用我提醒。好看有钱，我觉得不用我提醒。好，如果真要好看有钱或者怎么样了，我觉得这也不用你开口。我已经不想努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做人的基本的底线，就包括一样在工作中，对，的确在这社会中有很多人工作中因为工作关系，最后发展成各种各样的恋情或者怎么样。但是作为我的人品或者说我的个性来说，我是要避嫌的。我跟我以前工作的女同事，你说开两句玩笑最多有的，但是绝对不会说单独约吃饭的嘛，不会。最多文明调戏，对吧？就走个路过，今天穿白牌，这最多了。今天穿的不一样，这最多就这样，不会说我单独跟你晚上也不框我约吃饭，我是不会的。那我会说你今天我不会，今天内衣是假的吧？这我可能不会讲，我不会那么过，就最多说句，今天怎么样？就最多仅限于这样了。我觉得女同事，那我觉得这个跟女同事也差不多呀。你作为一个观众来说。或者作为我曾经公司的一个合作公司，他派了个女销售过来，这我原则上我是不会跟他吃饭的对，最多楼下星巴克坐一会儿是极限了，你谈个工作业务，同意，对啊，所以我认为包括那个台湾女孩子，我是觉得哪怕两情相悦，也应该避个嫌，不是说不能做，但是要避嫌，这是我的观点。同意我觉得要避嫌，其他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其他的这些过去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比较小的事情啊，就。假设一个人没有贪欲的话，但每个人都有贪欲，有，对吧？有。就我们随便去看看，就是首先，肖恩世界 TV 的粉丝量是远超于那个逛世 TV 一半，一半没到吧？之前最高的时候是多少？56还是57？那个25毛，一半多一个是33，一半不到一点点。然后对，反正一半不到。但是我觉得我们来看播放量的话，就当陈老师能分到多少钱之后，他会测算他拿到的是50%，但是肖恩应该至少有250%，就我说算总收益对，还有另外一个频道嘛，对，250%，250%，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人会，就不管年轻年长，都会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个。我们说好听点叫上进，就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脑补过这个想法，就如果说我现在不是躺平状态，如果我和谁合作，包括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假设你和肖恩合作，这1年半以来，你会不会考虑想单独走自己的路？我认为可能会是人之常情，这个是一个人性考验，很考验。很考验，因为很纠结，因为现在没有发生，我无法答复。但是这个问题如果真抛出来，我要思考。我们可以算出来嘛？这个光是 TV 的这个流量一个月的收益是多少的嘛？我们就假设他一方拿到10万人民币嘛。那你会难？对啊，有点难的。所以说你没办法说，就跟曾经很多的这种乐队的组合，对，到后来为什么一个个单飞了嘛？最早的小虎队，对吧？对，一个道理嘛。你哪怕后面的 S.H.E 也飞了呀，对吧？如果假设当然 F4，对 F4一样的，包括连那个都韩国那个叫什么？原来那个最早叫 H.O.T， 你知道韩国的组合？你可能不知道。我年纪大包括后面 Super Junior 也不是那个他们也，所以我觉得这个真不好说。所以其实原则上，你的观点就是说，他走这一步还是情有可原，但是原则上来说，操作的方法应该是以谈为主。我不是说
对吧？情有可原。就对，刚才机器过热保护了，就我认为肖恩哥管得过多了，他把工作参加了个人的情感，这个是我觉得，哪怕今天他在，我也是这么说。他有点过度的，我认为过了。这是我的看法，但我个人看法就是，如果别人结婚了，你管多了，那肯定不对。对啊，谈恋爱我认为也如管多。果结婚了，那就肯定是谈恋爱也管多。就像我说的，我如果谈个恋爱，你肯定也最多就说，哎，不是，最多说一句，你不会说天天，哎，不允许出境啊，我在星巴克喝咖啡，你不允许过来啊，你绝对不会讲这样的话的。如果我讨厌一个人的话，我会，对不对？你自己想，那要别说女的，别说女的，就说男的，男的你会，对吧？我100%相信你会。女的我也会啊，很少，我几乎我跟你认识这快2年了吧，你很少说但是讨厌。你没有带女的在我面前，那别人有带，但没有吃过猪肉见过猪跑吧？谁啊？是谁的女人我讨厌的？没有讨厌的呀，就是我没有看到你有很讨厌的女人，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不讨厌女人啊，就你不讨厌女人嘛，就这个。那就是我下流。那也不一定，因为这里穿的少嘛。就是你很少会去对，尤其那我们作为男生怎么样？你其实是蛮保护女性的，然后你是很少说，第一会跟认识的朋友的女性去过多的接触。对，我肯定不会。对，那么所以说你就不会去讨厌她呀，因为你没有过多接触，你只会讨厌她。除非那个太妹骗了你身边朋友，那你会说，哎，这个人太妹你不能交，这个你会说。对。对的，在正常情况下你是很少，我觉得大家就包括我一样，我也很少会说，最多说一句但我以前吃过亏呀。我以前有好多朋友，包括我给你常说的牛牛啊，这个我知道，我不是像儿子，还有很多上头的大叔啊，对吧？这种都是。那我的粉丝里面上头的我也会喷，但最多就喷一句。你觉得有用吗？没有，对吧？压根没有，喷不动。他第2天还会去干这个事情。对。比如说就很简单，他说我给多少钱或者给什么礼物，我说你兄弟真别给，没有意义的。第2天他可能说的比我说他买了翻1倍，本来可能送1万台做礼物，现在送2万台做礼物。越说越没有，不说还好。到后来到现在有很多人过来，我怎么？那只能这样了呀。所以你觉得管得太宽了？但是从我作为以前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角色来看的话，我肯定管。你能理解吧？但不会到这样的管啊。就我认为管的是过了，不是说不能管。我认为过了。你们他妈滚床单滚一晚上，往你妈第2天影响工作了啊！我不管的，你妈迟到早退旷工，我操，对不对？你看有一段时间，陈老师你妈纵欲过度，黑眼圈多严重。那天我刚才还在群里面加美白了，看不见，加美白了。我有一张原生照片，我在群里面发过。那如果是我假设比如说我是陈老师比如说我交个女朋友或怎么样，那我会说，哎，强哥，我就请半个月假或1个月假，我想出去，比如说度个假，因为工作1年了嘛，对不对？虽然说平时我们都是逛吃玩，但是我需要逛吃 TV 日本。我知道这个，就我出去玩的时候我还会拍视频，但是我跟你请假，我出去玩1个月或者玩半个月，我跟你先说好。那他回来要报销啊？他觉得开销报销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不是他要报销，就是因为出去拍摄，所以他觉得他的这个费用不够用了。对，那这样就让你出去肯定要花钱的。对，那你说到底是公费还是私费嘛？私费啊，如果是我一定私费。那就违背了你刚才挺那个陈老师的这个说法的呀，对吧？简单吧？还是工作和感情，首先感情上面管宽了就是你就像你刚刚我明白你说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去请假半个月，但这半个月的过程中你还是在工作的。对，因为有部分是在工作嘛，他说的是工作，他说他开车开了6万公里。这我知道他开到马来西亚哪里，这个视频大家都看得到，其实公里数算得出来。一天开400公里，你妈多久开6万公里？我操，我怎么算数不太好，你知道？那当然他不可能从马来西亚开到澳门去，要跟坐飞机那这个就不说，就是，那你说找不到人，就像你说的，经常去清迈，你说跟像吃饭怎么样子，都没出现人。找人是找得到的，只不过在特定的时间，就是反正4、5点他肯定是不起来的。他可能5点半起来。那晚上如果喜欢喝一点的，那还真的是。那找我是他妈的早上不分白天晚上，我觉得不太。我的备注名1点多之前，别吵我还没起床。我的工作时间但你有工作的时候，你起不起来吧？那有的如果说今天约好大朋友钓鱼去，我只能早的，早上5、6点我就起来。是呀。我前天做了个视频，早上5点多就起来。那这个就叫责任心呀。对，而且我还是有一个什么呢？我今天早上有事情，我到凌晨3点到4点钟我会惊醒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开会迟到过。但我看到的视频里面的内容，其实有时候他们起来挺早，陈老师还是起来了。就对，起来无非就是叫起来比较难叫一点。我想有一期不是他们去马来西亚那个5条人什么岛，他是进房间直接脱的。我没看他是进房间脱起来的。因为他们视频我是全程看完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做这个类型的主播，所以我会去很关注其他同类型主播一些
网红，他们是怎么剪的手法，嗯他们的标题是怎么取的，包括他们同样的地方，很多地方肖恩去过，我也去过。嗯哎，为什么到这个餐厅他去拍的时候，他就能拍出他那种感觉？为什么我自己拍不出来？这个都是我平时在学习的地方啊。我是经常看那些旅游主播，包括环球那种主播，他们是怎么拍的。所以看的比较细。那你可以脑补一下，在合拍的过程当中，就是付出的量，你觉得这个工作量大还是不大？这个不好说，因为我光吃 TV 真没看过。我都看就说，原则上应该是陈老师在拍肖恩是吧？对，陈老师负责那么跟他互动那么还是对，肖恩是全身出镜的是吧？就大半全身身啊，全程出镜，是吧？全身就是半身，有时候半身，有时候全身那半身的话，应该是自己拿机器啊，没有，也是陈老师。陈老师拿机器啊就离得因为他只有远，比如说他们在拍清迈的这个中国夜市，这时候肖恩就会大家欢迎大家逛 TV，这个就是这个会。那这个是有时候他们在走相机嘛？走路的时候就会近一点，这个没办法，距离在就你觉得这个光是 TV 肯定喜欢陈老师全拍的对，那肯定。因为肖恩作为从第三视角来拍的。那你觉得换你想做，你会怎样？就你担任陈老师的角色，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首先双方肯定都有一点错误，对，肯定的，但是一个拍不响。你觉得，陈老师陈老师，我对陈老师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个人最大问题是什么呢？他真不该录音，就是我把你当兄弟，你他妈把我当弟弟，这个真不行。录音这件事情就哪怕像他说的，肖恩是一个不好的人或怎么样，我觉得我也不会录音吧。如果我比喻成商场的话我会做。我不会。如果是商场的话，我会做。我不会。那但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你会不代表我会啊，我不会，我绝对不会去录音。我肯定会，就只要是商场，我哪怕跟合作伙伴谈，我也不会录音。因为你要记得一句话，就是说，战场上面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面永远得不到，这个是至理名言。所以你不用一些个手段，不行反正我觉得那这个当然你的意见可以因为我当时的这个分析是什么？是分析这段录音的内容，我觉得没问题，而就是这个行为可能会不太好，对吧？因为肯定他的不太好是指什么呢？是指因为肖恩大家都觉得肖恩对他有恩，所以他不应该这么做，这个叫忘恩负义。好，假设他们两个如果没有恩惠，就是正常的，我觉得做就很正常。那我做不到，那也要截短的呀。我做不到，哪怕今天我跟一个合作伙伴不认识的，我去谈事情，我操，你他妈的认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个傻逼，我是不是骂你嘛？这可以骂呀。对呀。这是路你过了呀，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要，哪怕陈老师在我面前，我要说他，我说你真不该录，哪怕你要保留证据，但不应该是用这种方式来保留证据。我认为就是很简单，第一，两人都有问题，我认为肖恩管了过宽了。第二个，陈老师反击，就是后面发那个录音的视频，我觉得过了。导致现在你看你们在互联网上做的在说的任何事情都偏离了这个事情的本身了。那我来说一句就是说，如果我是肖恩的话，原则上来说，第一期视频是肖恩发的，在正月15还是16，我就发一个公告，陈老师可能会离开我们的频道，未来可能这个频道我会来接手，但是具体什么样的情况，以后还会不会在一起合作，这个不知道。请广大的观众谅解，就这么一个视频够了。对。但是他说的多了，被外星人抓走了，这个对，的确他说的多了，他应该是有戏在里面了，我认为有戏。那个时候频道被关了吗？我忘了。对，错了，陈老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会员频道粉丝删了。那会儿频道没关了吗？删了呀，删了才做这个视频的呀。第一个第二个才被关。第一个删肯定第一个删。第一个删，已经删了。我不知道已经删了，这个已经删完了。我忘了。那如果我没有记错时间线，应该这样，就是删这个举动真的是，不管他用什么对不起观众或者说为了观众好怎么样，我觉得这两点陈老师做的不好的，其他的话我觉得都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了。过去我觉得没什么好说了。当然了，料是我报的，但是我认为别人给我发的嘛，我就传上来了。那这是那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的做法，这个我觉得对吧？你有自己的考量。然后我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一直在等肖恩的这个。谁给我照发，但是只是给我一段文字，说卖假佛牌，你好歹给我点证据嘛，我他妈也就发了。我是觉得过去每个人都会做过错事、坏事、蠢事对这个我这个都做过，我也做过，肯定做过的。我说了我不做坏事，我36岁没法退休，肯定做过这种蠢事的。但是
就反正你说我站，其实我并不站任何一边。我觉得两边真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工作引发出来的一个矛盾，然后两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闹成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件本来就是在家里面，在肖的那个书房里面可以很好的解决掉的，为什么会放光到互联网上来？这是我不能理解。两个人但凡有一个人体面一点，这事情也不会有这个情况。你看你挺陈老师，但是我不挺的原因就是，我没有挺陈老师，我只觉得那陈老师妈妈的这件事情呢？跟他没关。那再来说，剧本的这件事情呢，就包括什么找车啊，什么小雨啊，因为那集视频我就不应该说呀。就换你会不会做这样的不会秀啊？秀啊，做秀嘛？你是知道我的，我在中心海住了那么久，但现在经常我找不到车，你没有对找不到车很正常，因为停中间就停在2楼，你都可能找不到车。但是你说是不是故意去演这一段的，还是说灵光一闪？灵光一闪，我们镜头补一个，这刚好是个素材，这个不知道，只有他妈当事人知道。他们开直播，他们直播肯定是后来开的嘛，肯定不会当下一直。关键有人，据说是有台湾的热心观众是驱车很远，对，我知道，开车过来帮他找。这个因为那场直播我没看啊，我也没看啊，到底是发现找不到车了开直播，还是说直播一直开着，突然间说我们的车了？我不知道，我没看这场直播。所以我不知道镜头前有没有观众知道这件事情。有蛮多的，我觉得那个直播间应该有蛮多人看的。对，因为我是没有看那场直播，我是后面。但其实有台湾民众给我说的是，他们就觉得就没参与的人，只不过参与线上互动的，那你浪费公共资源了呀。他觉得好笑啊，这叫公众不有人驱车过来，我说我驱车过来是不浪费人家的油钱跟时间，这肯定是浪费资源。要稍微去买个单，对不对啊？因为就是我觉得，就两个人对好的时候，你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包括上说的很多东西，他之前也告诉我想我怎么样。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今天吵架了相互揭短，我觉得这个行为真的是我不站这两个。不是吵架的时候上头的时候互相揭短，我觉得不要放到互联网上来。而且这个事情还是我那句话，在肖安的书房里面，这两个人可以很体面的解决这个事情，以后不合作啦或者怎么样，把事情全部都说清楚，一次说不清说2次。所以可能存在的就是在书房里面肖安更强势。那你也可以强势回去。书房里怎么吵？关起门来怎么样？我们认识2年3年。2年。你觉得我是一个强势人？你肯定强势啊。我比任何人都强势。你肯定强势，对吧？在你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我认为，在生活当中也好，在做事不一定是工作，在合作一件事情上面，我认为我的强势程度应该是蛮厉害的，就蛮冲的，应该这么说。但是在讨论事情方面，有时候我也会冲。那肯定。我觉得大家在讨论，因为对事不对人嘛。那我生活中其实我不会这么跟你说话，但是一旦到我们讨论事情的时候，我比如说发表我的意见的时候，我也会很强势。那没关系对我跟你都是这样的人。我不虚对我平时你说去个什么地方吃个饭，你说去哪去哪，这我没有意见。我从来没有主动去哪吃饭。有外婆家，因为有上海菜对，有上海菜，你会说去哪家？但基本上没有。那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大家关起门来可以很体面的解决的，不应该放在互联网上，这是我的观点。那你觉得小雨这个事情？因为那个视频我真小雨我也没看呀，哭的那场戏我没看。那在小雨的视频中我不能追那么多人。在小雨视频，肯定在小雨没有共创。小雨自己的视频中，小雨有一个什么小雨的自己的频道的。他的频道我看到抖音没多少，油管蛮多的。他属于就像常常说的王炸开局有一个那么有那么大个舅舅给你做背书的粉丝涨粉肯定快啊。他有多少粉丝？哎呦，我不知道，几万肯定有啊。我肯定比你我多。人家2个视频就比你我多了。王炸开局基本上2个视频就上神装开局，就出门就一把开天屠龙了，就这样的。这个嘛属于王炸开局了，那么好的资源倾斜，对不对？我们要做像我们2个，你做了多少视频？我做了700多个视频。我们随便说说就随便聊聊。我坐姿有点难看，大家理解一下。我一般腰不好，屁股也不好，我一般坐姿很奇怪。就是我们做了那么多个视频，才几千粉丝，人家对不对？你说今天我跟刘德华共创一个视频，我可能明天有。那主要是我形象，你形象好一点，你还发展快一点。差不了多少，仅限于一个这至少我比你早做2年了。对，我已经算追的2年差不多。我已经算追的很猛了。就这事我是觉得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可以体面的收场，不用去曝光到互联网上，是引起这么大一个反响，到最后就开始你攻击我家人，我攻击你家人，你不揭我的底，我揭我底，我觉得难看，真难看。本身大家关系蛮好的，说句不好听，这个频道就算关掉了，不管谁退出，其实作为观众来说，作为我是一个观众来说，我会觉得好可惜，因为我少了一个获取快乐的地方，我少了一个获取我学习的一个频道。不过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西康有一句话好像说的对的，虽然他说的比我难听我不赞同的，但是的确是
两个人吵架让台湾群众看笑话，我觉得有一点是的有一点这味道。对吧？啊而且这次伤害其实蛮大的。对啊，按现金来说的话，几十万人民币。那肯定有，这个肯定有我们做自媒体的我们算得出来。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关起门来就是这事情其实可以很体面解决，没有必要上升到这个高度。真的有一方不想干了，或者有一方不想让对方干了，这事情其实都能通过谈判来解决。我想起来当时想问什么，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你觉得还能撮合吗？就以你的角度啊，从内心来说，我当然希望这个频道继续下去，甭管是演的还是干嘛，因为能给我带来快乐，能让我学到东西，这是我的角度啊。逛吃不管怎样，将来都可以延续下去的。因为两个人有各自喜欢他不同的点呐、其实有很多台湾人给我说，就说包括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平台里面有人说，陈老师只会尬笑，但这个很重要，这个不是尬笑啊，我认为这不是尬笑就像相声一样的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就跟飞机一样，需要一个掌机，需要个僚机的呀。我当时看过一个印象很深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演的啊，就肖恩去买车，买完车之后，那肖恩不是把车开走了嘛，那个销售员就在那边说啊萨瓦迪卡托姆卡，然后那个陈老师在那边说啊萨瓦迪卡托姆卡我要看，你知道吗？我就觉得配合的特别好，好像有点这一点做的是他妈的配合的真好，很到位。我就没这个反应。我觉得就有点周星驰那个文武达这种感觉，你需要有文武达这一反应直接上来的呀，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存在的呀，不然周星驰能火吗？我操，他们两个哪谁是文武达？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对啊，我觉得总要有个主角来演这个东西。但我认为主角肯定是要，这个是无话可说的，毕竟频道就相当于光是 TV，毕竟频道也是个对啊。然后你作为摄像或者说作为剪辑，作为边上打边鼓的人，做好配角角色，最佳配角也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对，你说啊想不想撮合？想，但是你说这个节骨眼能不能撮合了？我感觉很难了。现在已经上升了，很多观众之前问过我，哎，他们两个是不是拍剧本？我的粉丝有问我的，好多人也在。第一期视频我也会这么认为，就是当如果他们两个和好再出现的话，我觉得他们所有的台湾民众都会取关。那肯定取关了。都取然后关了。当第二个视频爆录音开始，这个就我第一反应就是不对了，因为爆录音这个事情伤了，包括伤了我的底线，我觉得这底线已经伤掉了。你说你有不同的观点，那我的观点其实在我的视频里面都表现的已经很明显了。但很多人不认，很多人在你的视频中认为你就是在揭陈老师端，在喷陈老师。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嘛，我骂肖恩已经骂的算很明显了。我听得懂，不代表所有观众听得懂。因为我了解你们，我听得懂。但是很多观众不了解的，他会认为你都在攻击陈老师，而且包括陈老师家里的过去事情，哪怕今天是你做视频，我也说，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说这个事情。对，就是里面不应该放那个，不应网友的什么给你的东西自己吃个瓜就完了，这个没有必要去。网友就是牛逼啊！我知道这个网友厉害，他是拿出来，但是包括他之前，但我是震惊，你知道吗？我是不知道的。你知道的？我也不知道呀，我怎么知道？有网友给过你资料的？有啊，对，就是八不单词打不着的，可能也是他们的粉丝也会给你传一些信息，包括从你群里出来的，从他们群里出来的，也会有一些聊天记录，包括之前烧车的这种视频，已经在互联网上满天飞了。我的群里面都收到烧车视频。所以我说网友最精彩的一句话就是，怪不得张叔说他做菜好吃，妈逼喝醉了都不忘点辆车做个饭。这句话我觉得是太牛逼了。没有，就是你说这东西，对吧？你说，我觉得那个东西是真没意思。不管他做过之前什么事情，我觉得跟整件事情的本身无关。那假设如果说今天你看，你听我讲，我们假设古天乐之前是不是也坐过牢？做不到了，真的。黑社会啊，古天乐原来就拍白的时候，古天乐是黑社会啊。到后来现在大家不都喜欢看古天，不影响他捐了好多学校。对，我捐了好多学校，怎么样？我觉得不影响。古天之前就是黑社会，就是古惑仔呀。后面演了《笑看风云》，演了那个后面就，这我真不知道。对啊，这我真不知道。那包括那个吴志雄大逼哥，黑社会吧，人家在古惑仔里面演的也不错啊。我觉得我喜欢的是他这个角色，就他以前干过什么，那是他以前的事情，或者说犯过错的事情。那接下来不要干这个事情就行了，至少在合作的这段时间，他没去烧车吧，对不对？你说如果是在合作的期间，他砸店，我不知道。我只是有很多资料，我没那真的，我觉得真的，如果在都是合作的啊，合作期间犯的错误会影响到频道，或者说我原来在公司工作，因为我犯错会影响到公司的形象和荣誉，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包括陈冠希的事情，说影响到他的经纪人了，影响到经纪公司，那是一定的。嗯，但之前的事情，我觉得真没有必要扯这些东西，而且越扯越远，包括扯到他母亲妈妈，我觉得真没必要。那他妈妈啊，不，甭管他限高不限高还是干嘛，还是被他害的，还是不是被他害的，我认为跟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系的。而且9000块钱我始终不理解。那肯定是有隐情嘛，这9000块就有隐情了嘛？为什么是9000呢？你也觉得9000不可能，我也觉得9000不可能。对，那么这9000一定是有隐情的，那这个隐情只有说句不好听，他们自己心里面就怄气，妈打死就不还你了，我操！不知道啊，也有可能有这概率，但是不知道。但这件事情跟本身跟肖恩因为频道，我们现在吃的瓜是吃肖恩逛吃 TV 这个瓜，而并不是去吃陈老师之前的瓜，我没有兴趣。他有几个女儿几个老婆没兴趣，我在乎是他们这个频道，第一能不能和好，第二到底是频道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两个人分歧，这个是我觉得。那我就问你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嘛，假设你和肖恩合作，在接手做光视 TV，你会怎么处理嘛？当你觉得收益匹配不均的话，好说不敢想，因为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好，我们就算假设今天想，那作为现在这个角色或现在这个角度，我肯定觉得我不会这么做。我喝水不能往挖井人吧？我总不能说啊，我也会，对不对？因为没有发生过事情，我只能说，当我那么多收益，我肯定是很向往，肯定要绑得更加深。好，当如果说收益到一定程度，我也有变相自由的时候，那就跟组合单飞是一个道理了。我觉得我自己牛逼。也就是说，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不知道，其实每一个人会有这想法，一定会都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对，但是会不会做那又两说了。到底是体面的收，还是闹的收？也有很多组合他们是体面的分手，也有很多组合是吵架的分手。那就看怎么做吧，因为不可能有一个组合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在一起的，很少。那我们要不要总结一下你的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我觉得不应该把事情铺到现在这个摊子，互相爆。对，应该只是围绕着这个频道给观众做一个解释就 OK 了。观众喜欢吃瓜，这是所有人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这事情扩大了，范围扩大了，就应该放在特定的一个圈子里面。特定的这个范围里，比如说你出一篇公告解释一下合作了，我出一下我们这样。其实我不知道啊，就说我在脑补一个场景，就说我在换位思考，就是如果我是陈老师的话，我给肖恩说，我觉得我吃饱硬了，他当然不会说那么难听啊，就是我吃饱硬了，然后呢也感谢你带我那么久，然后呢我觉得我想独立出来，我想独立出来开一个频道，然后呢你的频道我帮你换成其他的一种方式的更新的一个，不管是周更月更随便还是再说，我想去做我自己频道了。那我做我自己频道呢，你能不能带我导点流？换句话说，就喜欢我陈老师的人，你帮我导点流过来。那再换句话说，关于看一个人和看两个人没什么区别吧？我只是重新做一个频道嘛。你想现在这是好聚好散说法，就大不了我的频道再给你30%的收益嘛。就可以谈嘛，这样给你一年就关上门来可以谈嘛，大家再见。可能我会选择中间会有一个过渡期，比如说半年或者几个月，我可能会选择这种方式。对啊，因为强扭瓜不甜嘛。因为如果说虽然知道陈老师不想做的时候，他肯定觉得强扭瓜不甜，这时候去谈其实是可以谈的，我认为。对，应该不会爆出来很多乱七八糟的。对啊，我觉得就 OK 啦。而且大家体面的收场，大家作为我们认识双方的，现在很尴尬。我如果说跟一方走得近，好像就跟另外一方未必了。陈老师应该还没把我的微信删掉啊。那这就是最难的地方。我如果跟你走近了，就表示我跟他关系不好了，这不是，真不是。现在谁敢联系啊？同意我不能联系啊。如果说今天我抱着我小胖在跟陈老师吃饭，完了明天。今天如果抱着我跟小胖在吃饭，我也完了。为什么？因为你站队了。对，他说我站队了呀，但其实并不是。我倒不太害怕这种东西。那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我有饭吃，陈老师请我吃饭我也去。所以我认为，就这个事情把问题扩大化了，当然只有扩大化了，观众才有瓜吃，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我来处理这事情，我是不会把这个事情弄大，哪怕自己吃点亏也就认了。大不了吃点亏嘛，或者肖恩吃点亏嘛，要不就肖恩吃亏，要不陈老师亏，两个人中间只要有一方愿意吃一点点的亏，这事情不就没那么回事了？那两方都吃亏一点点嘛，各退一步嘛。当然，各退一步没人做得到。我怎么感觉我内心的小恶魔是不愿意吃亏，并且我他妈逼还得干点来了。好，那 OK， 那假设是我，那我吃亏点吧。那我吃亏点总不能再弄死我吧？我多吃点亏嘛，无非吃亏就是吃亏多少的问题嘛，49%还是40%还是30%的问题嘛，这事情都不会演变成今天这样。而且大家都喜欢这两个角色，不管是陈老师还是肖恩，我认为都是有他们各自的观众是喜欢他们的，所以很可惜，我只能说，这是我的观点，很可惜，因为我知道做好一个频道
我们做了那么多年对，，这个其实很难，太难了。真的好可惜。就是没有台湾和马来西亚这两方粉丝的话，他们什么都不是。虽然只有自己频道 OK 没有问题真的吗啊，自己频道那时候还自己的频道也是国内的占大多数，就是国内的人在那也有海外也有10家是因吧？为我有看我现在的数据，嗯粉丝一共是11700，嗯里面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比如说美国啊，就或者是对对，下面有个数据分析表嘛。对对对，但他们到底是哪里的人我不知道啊。其实我们也会去研究数据，包括他们这样的体量主播一定也会研究数据，必须研究啊。你包括我的受众观众在哪里，我的某一篇视频播放量高怎么样，我有时候也会自己在看。你女性观众多吗？我46看，女性4成，你能达到40？有。我抖音的女性观众比男生高，我抖音，因为我的抖音它没有放那些夜生活的东西，它是白天吃喝玩乐亲子游。他妈的我也没放，我抖音女粉丝只占12%都不到，我都觉得高了，你12%都高了。因为我长得你在我眼里你最多5，为什么？就是因为面目可憎。不是面目可憎，是讲东西，我觉得不是每个女性都能接受的。我讲什么呢？其实我讲完视频就会忘了。我知道，就是有时候你会去给他们，比如说去科普一些东西，包括你采访一些观众啊，怎么样下游的东西啊，会有很多女性会接受不了。实话实说，包括我妈看你视频，她说：“哎，刚来的时候你怎么跟着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啊？正常。”我妈啊，她说：“你怎么跟那个这么个人在一起啊？”理解。那我妈这个年纪快60了，那当然是接受不了。对，理解啊，对啊。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我也去跟她解释嘛，哦，更喊那个的。那是因为我们关少，我们要做过多解释，靠时间来沉淀。那你说一个新的人，他怎么可能看视频出来认可这个东西呢？对，也是。那好，为什么我这里高？我做的都是亲子的，骑大象的，喝咖啡的，探店的，这种是女孩子过来玩，她第一想，哎，哪里有米其林店，哪里好玩呢？女生一定搜索量比男生高，男生研究是今天晚上去好莱坞还是6项，对，女生研究的是，哎，芭提雅有哪家米其林店？芭提雅兰坡海鲜哪一家好吃？怪不得他妈接触我的女性粉丝来问的都是哪里玩男模。对呀，对呀，你作为没有女粉丝来问我，哎，想跑哪里玩男模？真没来啊！就问我带孩子过来住哪个沙滩比较合适，问的都是这些问题。理解。而且找你的女粉丝，要不就是哪里玩男模，要不就是，哎，我能不能跟你一起生活？这个有。怎么从来没有一个女粉丝跟我说，小黄，我想跟你生活？真没有，开玩笑都没有。为什么？我的频道受众群体他不是那类人啊，都是基本上都是妈妈。这类人哪类人啊？就想和我在一起生活的也是个正常女性啊，是女性啊，但是没有人想抱着找对象的思路来跟我。那你要检讨一下自己啊，对对，我觉得你要检讨一下自己。哎，反正就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觉得我们也扯远了啊，就本身我们聊的这个问题，现在也扯到了包括我们自己的频道，我就觉得就还是那句话，真的这个事情扩大了，我不想看到任何一方再受伤害。那你觉得怎么收场呢？就现在已经有点一发不可收了呀。主要是我不好，我发了几个不光有你啊，还有清迈人去接老底啊，干嘛？包括曼谷一批人啊，我是觉得恶劣了，真恶劣了。难道是不是哪天我小胖出事了，也有一堆人网暴我？大家那肯定啊，必然。那互联网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但互联网就是落井下石是落井。但是作为我们内心来说，我们是不想看到这些东西。你别说互联网了，你生活中也是落井下石。所以最后每个人的底线不一样嘛，对吧？那每个人做人方式不一样，我是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我认识的人，哪怕他有问题，我也不希望他得来。我也是个帮亲的人，但是理我也要帮。你帮亲还要帮理我两边都帮。我这人还是比较变态。我是帮理不帮亲我是两边都，就是如果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朋友，哪怕这事情你不占理，我也不希望你出事吧。难道你被别人踩死我很开心吗？那我也不会，我也不会希望陈老师被。就这个意思，我也不希望有人去喷香，我希望我认为这事情就是两个人工作室的事情，大家差不多可以收了。对，我也支持收。我觉得可以收了，真的可以收了，因为再下去，最开始2天我们很开心，大家吃瓜，吃到现在，我觉得吃了恶心了这个瓜。我不太开心啊！你妈天天被喷，我哪会开心？我觉得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做视频。我本来是想什么呢？就是做到到事情基本上尘埃落定了，怎么样了？总结一下就完了。我做视频的思路我都想好了，就是。看到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多天了，我觉得我恶心的。我觉得可能台湾这里的人，你看那天直播间进来一位老姐姐50多岁，就说她当时当时问她一个问题嘛，我说就为什么会一面倒？就在陈老师的频道里面是一面倒，很多人是支持陈老师的。然后一方面嘛，就是台湾人比较善良，他们是同情弱者。因为不管从视频的角度也好，和这件事情的发酵程度也好，
都是对陈老师不利的。再加上确实肖恩有演了这个东西，伤了台湾民众的心。然后呢，但是他问我，他说：“你看，肖恩掉了2、3万粉丝，我不知道光是 TV 有没有掉啊，应该也掉了，也掉了，都掉了。然后掉了那么多粉丝，但是他真实的台湾的粉丝有多少？可能10万、20万。不出意外，占比应该有3、4成左右，3成到4成，因为还有马来西亚。对，就是他说那现在掉的这个百分比占比是多少？那我说为什么没有人？就我在评论区里面看到啊，就怎么是一面倒？包括我的评论区，大部分80%、90%都是来喷我的。我说不应该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他说，另外一方面呢，虽然比例高，你要知道会发言的人不多。对，会去评，就像很多人看我，认识我很久了，但从来不给我留一句言。有，我这里有啊，这个好多，对吧？都是有时候见面的时候都给我说的，那我也能理解，对吧？可能1/10，就是10成里面可能就有1成人是愿意发言的。那这1成人发言呢，他碰到类似于像这种事，他不会去选择站任何队，他就不会站出来说。就哪怕他比如说觉得这件事情，我不管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我爱看肖恩就爱看肖恩，我未来愿意看陈老师就看陈老师，我无所谓。包括我，其实我也有一点，但是不完全是。对，那这种人就不会出来留言的。对，所以我视频发到现在，我一句话都没说。包括我群里面有人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我后来才理解啊，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大概就这个意思。但瓜我也想吃，但是当下我就是不敢讨论。但其实我有更多的料没办法爆，那这我知道，对吧？其实我有，但是我认为这是双方私底下的行为，或者说是过去的行为，我觉得没有意思，没有必要把一个人扒得底裤都是。那肯定没必要啊！我是觉得到其实真的那天我在直播间有说，我说，每个人都有过黑暗的历史，欢迎来打假我，就是我做过在泰国，国内的不算啊，国内的什么一夜情啊之类的，这个我觉得我不算。然后在泰国，我做过坑人的事情，你只要爆出来有证据，一个人讲1万人民币，一件事情讲1万人民币，只要是真实的，我也很希望，我也看看我他妈这4年待在泰国到底做了多少坏事情，包括像皮条客啊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你毕竟不是人民币，你不可能说我不需要所有人喜欢，我就想知道打假真实的证据在哪里。他可能因为很小的事情，就比如说你收1块钱的群红包，但是有人就会认为你是在收钱。那他妈的，你请我喝星冰乐喝了100杯，我你妈逼也收回来。就是他们会把一件小事给放大，互联网上。你的这1块钱收的行为不亚于收1万块人民币啊！他妈逼我还请他们喝星冰乐了，这个时候就选择性不好呀，亏了我操！就你亏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呀。你和我在一起有观众或者是有群友过来见面，你觉得目前为止总账我是亏的还赚？你亏了算，你在我这里都亏，对吧？就肯定是亏的，因为我买单能力，这我知道也挺强，对吧？大钱你买，小钱我。这个无所谓嘛。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包括有很多的，其实你是一个很难亲近的人。我觉得肖恩是一个很难亲近的。我到现在都没心情上，我连面都没见过，对不对？你没有联系他呀？你联系他了？你说肖恩哥见个面，我也不是这样的人呐。那你他妈逼和我见面？对，因为我们在群里有互动，是熟了以后是不是才见面的？我在他那时候我也互动过，但互动他毕竟要带货啊干嘛的时候，他对，然后他刷屏刷得很快，也不会去影响到别人的工作呀。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时候是那个时候刚好是在口罩期间。有时候你看我基本上都第一个进来的，那时候闲的也蛮闲的，来进来唠嗑嘛。但是可以跟你唠嗑，但是我不会去存在取消的直播间去唠嗑去。人家在正儿八经工作的，我去影响他干嘛？对不对？这期视频差不多了，差不多，我们就录到这里。大家拜拜。好，张叔走了，我们吃了一个面条回来，身上刚洗完澡。然后我觉得还是再补一段吧，就是关于总结这个事情，就我刚才直接说了，我觉得各方差不多了，真的，大家可以停下来了，真的没有意义。如果今天大家是在讨论
啊这个工作该怎么做，或者怎么样，或者出现了什么纠纷，或者说能不能破镜重圆怎么样，我觉得 OK， 这没有问题，对吧？如果再去撕，再去你抱我，我抱你，我认为大家都 low 了，都 low 了，没必要，真没必要，好吧？这个事情过去那么多天了，该吃瓜，该凑热闹的，我觉得大家网友也都吃的差不多了，对不对？差不多嘛，好了，对吧？我之前视频说了，我也是一个吃瓜者，我也吃了那么多天，刚开始1-2天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对吧？吃到后来，我是觉得大家吃偏了，就真的吃偏了，真的吃偏了，好吧？反正小杨就这么一句话，也不是说帮谁不帮谁，就像之前跟张叔视频说的，我跟陈老师还见过几次，我跟肖阳没有见过，但是肖哥肯定知道我是谁。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两边都算朋友的一个情况下，我是觉得真的，我觉得只有朋友才会劝你们差不多都收手了，好吧？没有必要了，真的没有必要搞了跟大家上纲上线，对吧？大家原来多好的朋友啊，你别管是面上的朋友，还是点头之交，还是怎么样，对吧？对于我来说，我是寄希望你们两个真的可以差不多停止了，这也是我今天做视频的宗旨。问题大家肯定都有，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也没有人说啊，翔哥你100%是正确的，也没有人说陈老师你是100%正确的，对吧？可能我说这个话比较片面，也比较那个大家不爱听，对吧？但事实就是这样的。对于我来说，我真的希望这个事情早点结束，大家继续回归原始的一个生活。不管是你陈老师单干了，还是最后你们又合体了，还是像你又单干了，对于我观众来说，观众想看到什么？瓜一部分，但更多的还是希望你们输出更好的作品，给观众带来快乐。那就像我一样的，我也在不停的这2年多，虽然说没有什么流量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还是坚持在做我自己的一个长视频，我也在每天输出我自己的一个观点，甚至我每天给大家展现我的生活，我该怎么吃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喝怎么玩，对吧？去哪旅游，每天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哪怕买个菜，你们会觉得流水账很无聊，但这就是生活，生活本身就比较枯燥的，无非在枯燥的生活中怎么样去找点乐趣。好吧，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各位拜拜。